一、不要让短暂的快感占据生活。如果你做某件事情只是为了追求快感，可能会面临两种结果：你会变得越来越依赖，无法自拔，停止这件事情就会感到痛苦，最终只能不断重复，可能伤害身体。快感的需求会不断上升，生活中的其他事物也会变得无趣，导致你感到痛苦。其实，快感与幸福并不相同，沉溺的结果往往是空虚和痛苦。二、每个人都经历过思维的重大转变。大多数人在个人成长中通常会经历3个阶段：情感和道德的奴隶，认为有责任让他人快乐和幸福；面目可憎，意识到人性的自私后，拒绝顾及他人感受；生活的主人，对自己的意愿、感受和行动承担100%的责任。3、满足是忠诚的基础。这条原则适用于所有人际关系，不论是雇佣关系、恋爱关系还是亲子关系。如果无法满足对方的需求，就很难期待对方的忠诚。反之，唯有通过提供对方渴望的东西，才能赢得他们的心。4、男人的才华需要转化为价值。如果男人的才华无法转化为实际价值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伴侣可能会感到厌倦，认为你的能力毫无意义。因此，男人不必强求自己去学弹琴、写诗或唱歌，除非这些才华能够带来实际收益。否则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伴侣会逐渐察觉到这些才华并未带来实际价值，最终失去兴趣。5、不要指望父母会道歉。许多接受传统教育的父母认为道歉意味着承认错误，这样会削弱他们的权威。与这样的父母相处，关键在于不抱期待。不要期待父母理解或认可自己，更不要期待他们会道歉。只要不抱期待，父母的任何行为都不会影响到你的内心平静。6、出身低层的孩子通常晚熟。大多数出身低层的孩子往往要到35岁后才能理解社会和人性的真相，甚至有些人到40多岁仍然迷茫。但此时想要改变已然困难，因为他们通常肩负着家庭的重担。而富裕家庭的孩子在25岁时就可能已经看透了很多问题，这是一种智慧的传承。最终你会发现，最大的浪费不是金钱，而是时间。辛苦奋斗一生，却发现走错了路。7、不要把需求藏在心里，只要你的需求合理，就大胆提出。善良、爱你和认同你的人不会因为你提出合理的要求而对你产生负面情绪。反之，如果你的合理要求被拒绝，甚至因此遭到责怪，那就说明你该与这个人结束关系。很多时候，我们不敢提出要求，是因为自己对结果的恐惧。勇敢些，结果往往没有想象中那么糟糕。8、放下帮助他人的执念，尊重他人的命运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因果关系，你的干预往往难以改变他人的命运。当一个人固执己见时，就陷入了自我执念。如果你试图改变他人，也会陷入同样的状态。例如，当你看出某人的问题，就想要说服他，但要明白，认知是有层次的。当认知不对等时，争论往往是无效的，劝导也可能是徒劳。过度的好心可能会适得其反，认为能拯救他人，最终的结果可能是费力不讨好。9、不要无条件帮助他人。无论你帮助了他多少次，只要有一次不帮，之前的付出就会被否定。让别人知道你的价值是重要的，但不要主动去付出。相反，让别人请求你的帮助，让他们明白你的帮助是有代价的，这样才能真正体现你的价值。10、智者追求实际，愚者争名声。世界上有2种人，一种人追求胜利，另一种人只想在争论中获胜。因此，即便有人故意与你争吵，也要考虑争吵的代价。成年人不应争论对错，更不要觉得发泄情绪就是胜利。只有争取到实际利益，才算真正的胜利。今天先分享到这里，如果对你有帮助，
欢迎按赞订阅智慧补丁，超越自我，完善人生。